在生活中，如果想让物体升温，只需要点一把火，但是想要降温呢？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？其实答案就在你的身上。人体之所以会排汗，是因为汗液在蒸发的时候会吸收热量，从而为身体降温。如果我们使用蒸发速度更快的液体，降温的效果会更加明显。比如打针前涂抹的酒精会让你感到一阵冰凉。那么我们能否利用这个原理手搓一台电冰箱呢？首先我们要找到比酒精制冷效果更好的液体，那就是氟利昂。它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下就能蒸发吸热。为了节能，我们需要把它循环利用起来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台压缩机。这个不断旋转的发动机能带动相连的活塞，从而为气体加压。在这里，氟利昂会被压缩到90度的高温和8个大气压的高压。接下来，这些高温高压气体会被泵送到冷凝器中，也就是这些弯弯曲曲的管道。氟利昂在这里会与周围的空气发生热交换，当它流通完整个冷凝器后，温度会下降到45摄氏度，而气体降温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变成液体，这个过程就叫做冷凝。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，比如冷饮瓶外壁的水珠，它们并不是从瓶子里渗出来的，而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后凝结形成的小水滴。接下来，氟利昂要进入膨胀阀进一步降温。这个弯曲的铜管入口处非常狭窄，高压液体通过这个狭窄的通道时，流速就会加快，同时压力也会迅速下降。当它流出膨胀阀时，压力值会变成0.6个大气压。根据伯努利原理，液体的压力下降后，温度也会随之降低。此时，氟利昂已经降温至约零下20摄氏度。接下来，这些低温液体进入冰箱内壁的盘管，也就是蒸发器，通过热传递吸收冰箱内的热量，使内部空气和食物降温。在吸热过程中，氟利昂蒸发变成低压气体，随后再次流入压缩机，开始新的循环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如今氟利昂已经被替换成其他制冷剂了。这就是手搓冰箱的原理，你学会了吗？